B-21的潜力是 B2 的价格就是那个飞机这么重哦，全部换成黄金，比它这架飞机的钱还便宜。就那东西很贵的，美国没有退步，只是中国突然进步到某一些让他觉得说哇好厉害啊！除非中美大战，他才可能需要像这些这么先进的东西。中美可不可能大战？我觉得不太可能。中美打起来又进入长期消耗战，你认为这个几率有多少？我认为这几率是0呐。接下来中美军事上面的战机比拼，我们要今天来关注到的是中美之间在6代机上面的战场正式的开打。那美军说了，他要再造500架来对上的是中国大陆的歼36。今天我们就细节一起来做进一步的深入的分析。美国的智库它现在最新出来的一个分析哦，他说呢，美军的战机的量能不足是未来在战争当中恐怕难以取胜的关键，并且这个智库也特别提到的是说，接下来中美在做这个空中上面的竞争，如果美军要取得胜利的话，那么战机的数量是要增加的。特别他提到了2款战机，第一个就是 F-47，第二个就是 B-21。逆踪的轰炸机，那他就说了，智库说未来 B-47的数量 ，F-47的数量至少需要300架，但是我们现在看起来，目前只有185架，是远远不足的，并且智库说的 B-21未来的数量需要200架，但是我们看目前竟然只有一半，也就是100架而已，这么大的一个生产量，要如何来补上呢？所以节目一开始特别请教舰长怎么看了美军说的至少需要500架6代机才能掌握优势。在现有的规划之下，我们刚刚也数了一下这个数量还差很多，接下来要如何来做补得足吗？首先我要先说，它这个是一个美国智库米切尔航太研究所，通常这种智库都有一些它的任务在。我看完这个东西，我的第一感觉就是他们希望要更多的预算。那以我对美国 F-47到底要多少钱我不知道，但是我知道 B-21那个叫做战略轰炸机哦，他当初说要做100架的时候，我直觉的反应是说你胡说八道，根本没有那么多的钱，太多钱了，那个非常非常贵，你知道 ？B-21的潜力是 B2 的价格就是那个飞机这么重哦，全部换成黄金，比它这架飞机的钱还便宜。就那东西很贵的，他们当初也是要计划造 B2，好比说100架，最后只造20几架，所以我一看到这个东西还200架了，我先告诉你100架还不错。第二个，他一直说的这个样子，我这样讲哦，美国现在如果撇开中国的空军的发展，这些6代机啊什么这些发展，他现在是天下无敌的，你们知不知道？他在乎谁啊？美国空军目前是全球实力最大的，是美国海军是第2大的，你知道吧？你知道美国海军有专门它的战斗机，你看那个架数是全球第2，美国陆军是全球第3，美国还有一个陆战队嘞，都有他自己的战斗机。美国是强大到了无以复加，但是只是现在跑出来了一个中国大陆的解放军而已。美国没有退步，只是中国突然进步到某一些让他觉得说哇好厉害啊，但是比数量还是比不过美国的，美国还是这东西最厉害，所以。除非中美大战，他才可能需要像这些这么先进的东西，因为中国的现在很先进，那中美可不可能大战？我觉得不太可能。那大战还得了？这2个国家大战，世界大乱。那除了这个大战以外，就算中美打了一个局部的战争哦，未来还有一个，好比说185架的 F-47，100架的 B-21也非常足够了，因为他只要打一个叫做突穿的动作，进去攻击，局部的就行了。除非进入长期的消耗战，中美打起来又进入长期消耗战，你认为这个几率有多少？我认为这几率是0呐。这2大国都不会去这样的，但是他们这样子讲的，其实就是说了一个就是要这个预算。那最后我要说一个，安全是所谓的相对的，好比说我这个中美在这里，中国觉得安全的时候，就是美国觉得不安全；美国觉得安全，就是中国觉得不安全。所以，如果你一直要问安不安全，一直加上去，你做多我也做多，都一起做，做到什么时候会结束啊？我觉得那个高大上的载台已经慢慢的应该要脱离未来，因为那个实在太费钱了。
好，现在眼前让美军倍感威胁的主要原因就是中国大陆确实不管是在技术上面，或者是它造它的战机的速度，确实是非常非常的快。尤其我们除了关心完美军的战机，来看到中国大陆的战机，也就是歼36了。歼36最新消息，它的第4架原型机的试飞曝光，而且首飞可能会在1月29日这一天会做完成。距离上一次第3架试飞只有1个月的时间。重点是它有哪一些结构上面的改变？2点。第一个是它的3台发动机的喷口排列更整齐，第二个是增设了小型的尾椎结构。对于重型的3引擎战机来说，这个被视为是成熟的一个标志。委员怎么看？对我们看到的这个歼36是成都飞机工业成飞所推出来的哦。那么其实如果了解中国大陆的这个军工产业，就知道说成飞跟沈阳飞机工业其实一直都存在的就是彼此互别苗头。虽然他们各自有各自的领域哦，但是他们都希望说能够比对方更先一步哦，推出更这个先进的战机。所以呢，这一次的这个成飞所推出来的这个歼36，其实它是2024年12月吧，好像第一次亮相哦，就是前年的12月。到去年的12月，之所以让大家相信这是真的的原因，是因为它的第2架出来了，所以它不只有原型机了，它还有第2架，2架一起在伴飞了，所以那就等于就是正式宣告，就是说这个歼36已经进入了一个更成熟的这个量产的阶段了。那么歼36的特点哦，其实有几个重要特点，第一个是它是作战半径很大哦。它作战半径是大概目前为止是中国大陆这个第6代战机，甚至远超过第5代战机了啦。它大概是歼20的2倍吧，就是作战半径有4000公里哦，它作战半径有这么大，而且同时哦，它可以在没有预警机的情况之下自主作战哦。那么当时我看到中国大陆的一些相关的资料，他们在设计歼36最主要的目的是要做什么呢？是为了要去做远海的反舰能力啊。所以远海反舰能力就是说，它面对比如说，如果对方是这个跨过太平洋中线，这个距离只要在不用拉到这么近哦，它就可以这个对方的敌舰进行反制作业了哦。那么所以它需要这么大的作战半径。那么当然很多人都拿它去跟 F-47相比哦，就像刚才舰长讲的，F-47有多贵啊？那么这个价格，美国是不是能够负担？哦，打造飞机比的是国力，要看谁有钱哦，有钱的那就不一样了哦。那问题是 F-47号称什么呢？它号称可以穿透，这是 F-47作战最主要的目的。它为什么要穿透？因为它要穿透中国大陆沿海所谓的电子防御的这个电子墙嘛。所以我只要能够穿透一架就好了，我就可以到中国大陆开始进行定点的轰炸了，然后再原机返回。甚至这个所谓的 F-47，它当时还宣称说，它可以让智能的无人机操控5架智能的无人机在远方先作战，然后透过这个智能这个空中加油机来加油，达到所谓的长途奔袭的目的啊。所以我说，你拿 F-47跟 J36这个歼36比哦，其实是不用比的，因为这2个目的是不一样的。就美国是要拿来对付中国，是我要单点突破的，所以其实它只要突破了一个点，它也不用突破100架了，就2架进来了，那么当然就会造成一定的影响。可对中国大陆来讲，它没有意要奔袭美国啊，它没有要突破美国的什么电子防御网，它要做的只是保护自己，只是保护说当这个敌方这个跨过了这个太平洋中线了，那么我能够在最远的距离先对对方造成威吓跟打击，这两件完全不一样的事哦。那么我觉得对中国大陆来讲，它最大的优点是什么呢？就是我们没有打算侵略别人啊，我只是要保卫自己啊。所以中国大陆自己本身就是最大的航空母舰啊。就算你真的 F-47能够突破1架、2架、3架、5架，中国大陆这么大，你能够炸多少个地方嘛？你能够炸完了还可以安全的飞回去吗？这很难讲哎。所以其实双方的目的是不一样的哦。但是我必须说，像歼36很厉害的一点是，它应该是现在全世界第一个亮相的第6代战机，就是24年12月它一旦亮相的时候，那时候就是全世界第一个这个第6代战机了。那至于未来鹿死谁手，这时间还很长啊。而且随着科技的发展，随着 AI 无人机的技术，谁知道将来的飞机还需不需要用传统的这种作战的模式呢？马斯克很早就讲过了，未来第6代战机搞不好全部都是无人机蜂群式的战斗了，那么根本就不需要什么主力战机了哦。所以我觉得时间还很长了。那中美的这个较量可能会持续的存在，但是因为彼此的目的不一样，所以也没有必要在这里比说谁比较行，谁比较不行了。好，那同一个问题，我们也特别请教干哥，就是我们来看一下那歼36它的一些
些优势跟它的短板？因为其实有军事网站特别提到的歼36，它有一些短板，包括说它的体积比较大，再来就是它跟航母的适配程度困难度比较高，尤其再来就是后勤的压力确实也比较巨大。那福建号航母会在这上面难以操作，他说技术瓶颈需要10年的时间才能做突破。干哥又怎么看？好，你要在福建号上面操作，先来，我今天特别带来最新的模型，这就是歼36最新的哦，最新的，大家看到这就是歼36，然后呢，再给大家看，就是这是一般的歼35，一样大小哦，都是一样1/72的大小，所以大家去想象一下，福建号上面像这个歼35，它是很从容的可以降落的，因为它是用电磁弹射。那像歼36这么大的飞机，它怎么样用电磁弹射弹出去？然后它又怎么样能够顺利的降落？它的体积是歼35的4倍，听清楚是4倍。所以如果歼36它是要配属在像不管是福建号或是将来的0004号的核动力航母上面的话，那对不起，航空母舰要再加长100公尺。那这艘航空母舰绝对过不了苏伊士运河，也过不了巴拿马运河。所以大家就必须晓得说，其实我们再来看它的尾部有3具引擎，1、2、3，这3具引擎都是向量推力引擎，也就是它可以改变它非常大的弓角，它可以打开，它可以稍微打开，然后它可以改变它的力矩。在这种情况底下，我可以告诉各位，就是说像这样的情况之下，它的弓角会变得很大，是，然后它也可以放开，它一放开的话，它就会改变它的飞行的方向。那像这样子的飞机，坦白讲，它完全需要靠电脑。它如果没有电脑的话，因为它是飞翼，它没有垂直尾翼，它在没有垂直尾翼的情况之下，它的电脑要非常精密。我坦白讲，要非常强大的电脑才能够控制它。歼36会让人家惊讶的，也是惊艳的地方在哪里？是因为它只用了4年的功夫，它已经有4架原型机，它已经超过了技术概念验证机的阶段了。你必须要害怕，也就是说，它的进程远远超过了西方工业国家的进程。日本跟德国和瑞典，他们有一同共同研发一种第6代战机。日本也有它的 F3 星神第6代战机，美国有 F47第6代战机，但是没有一架真的飞上天空。那现在歼36预言2028年初可能就可以部署了。我们现在特别要来看，你刚才看到我拿了它这么大这么重，然后歼35两个比起来差那么多，好，告诉各位，歼35的空重大概不到20吨，歼36一架可能重达45吨。它今天如果上了福建号的话，恐怕整个福建号的这个结构都要跟着改。所以它今天上了福建号的可能性，我觉得应该不是，应该是说它是属于一种战斗轰炸机，也就是说它不是那种单纯的第6代战机的那种概念。第6代战机照理讲是空优的，就是专门要对付对方的最好的战斗机的。然而它不是，它就像刚刚舰长跟那个委员讲的，它可能是要长途奔袭，然后呢，它可能要携带就是打击型的那种飞弹去对付航空母舰战斗群的，所以它比较像是战斗轰炸机这一类的味道。然后呢，它还有一个就是说，它的进气口在它的机背的上面，其实老实讲一句，会破坏它的逆中性能。我觉得它在第5架的验证机里面会不会再度的更改，这也是可以让我们观察的地方。我们赶快来关心军事哦。现在呢，我们来看到的是美国的 F47，据传烧钱1.7兆。那波音能否摆脱空中事故王的恶名，带领美军起飞，还是只是要跟中国拼一个面子？另外也会关心中国大陆的歼36试飞的影片曝光之后，3发动机的一个设计是颠覆空战，还是一个技术上面的赌注？今天我们都会一起来做关心。首先，我们先来关心的是，大家还记得吗？马斯克去年不是嘲笑这个有人战机吗？他说都已经进入无人机时代了，有人战机根本就是已经是过时，已经是老古董了吧？还酸呢？你今天如果继续做 F35的这些人，根本就是傻子。
结果我们看到川普马上就打脸了。最新消息，川普已经宣布了，未来会来投产在第6代战机，这一次要做的机型 F-47由波音来获得了最先进的合约，川普就会在他的任内来做生产，并且建立机队。川普还大吹特吹这个 F-47哦，他说是有史以来最先进、最强大、最致命的战机，而且已经秘密进行试飞行大约5年的时间了。未来这些比较低阶款的就会给其他的国家来做使用，价格也曝光了。来看到这个美价将近是3亿美元，近100亿台币的价格，真的是非常的高哦。那么外媒也特别分析了说，这一台战机有3大特色，第一个。F-47刚好是47这个字是川普这个第47任总统，但是呢遭到川普否认说这跟自己没有关系。第二个，有人战机搭配无人僚机可以执行统一作战。第三个，他们认为这样子的一个计划都是为了要和中国作战来做准备。所以节目一开始，赶快请将军来带我们看这几年事故频繁的波音，这一次能不能撑起 F-47？川普虽然力挺这样的战机，但是马斯克曾经酸呐、他说有人战机是过时的，第6代战机未来到底怎么样？美国的部分，厉将军怎么看？我觉得川普这时候讲 F-47推出来的话，极可能是因为这个中国大陆它推出了歼36，而且已经我们看到它已经第2次的试飞。对。那其实第2次试飞在军事意义上透露很多重大的讯息。第一个我们看到它没有歼20伴飞，代表它是很安全的。那第3个，它3个发动机全开，而且是用最大马力来试飞，代表说是它各方面都很成熟。那第3个，我们看到它起落架收起来了。在这种状况下，这个我个人研判，歼36很快就可以进入量产的阶段。因为如果说是按照这种3个发动机全开，然后又没有其他的战机在旁边伴飞的话，那极可能是试飞已经到最后阶段了。那下一次你再看到歼36的时候，很可能它就已经是挂弹在试飞了。所以那个时候就将进入量产的阶段。是，当然在这个时候来讲的话，那美军来讲，他们现在 F-22会不会显得已经过时了？所以他必须急于推出1代战机，能够跟这个歼36来相抗衡。所以我觉得川普这时候讲说推出 F-47这款战机有很多的因素了。第一个是因应歼36出来，他急于追赶。那第二个来讲的话，有几点我们必须要存疑的。那美国来讲，通常像这种武器的研发都是敲锣打鼓的，还没半个影子开始在那边敲锣打鼓了。不管从军舰或者军机、战机都是如此。那怎么可能秘密试飞了5年以后，他才突然这时候突然说出来了，而且是很快就可以进入量产，2030年就可以这个成军。我觉得这有点好像跟以往美国的作风不太一样，不可能说是秘密试飞5年。第二个来讲，我们知道说去年这是公开的讯息，大家都知道，美国去年它的6代战机 NGAG 计划来讲，它停顿的原因有2个原因啊。第一个就是造价太贵了。说这个每架战机要到3亿美元，那如果说是要取代 F-22 是180架，那要取代这种数量，最少你要建造200架，200架的话大概就是600亿美元，不得了。那个时候就说因为成本过高，所以停下来了。那成本过高有一个因素，有一个原因，不是说美国科技不行，它有一个科技，他自己讲明了，他说因为发动机这个造价太贵了。那我不相信 F-47才去年前年2024年的时候，他说因为太贵停了这个6代机的计划，那突然半年之内你就可以复活，那是发动机你这个有任何创新的技术，还是成本可以压低哈？如果你成本不能压低，你这种数量来讲的话，你的成本就很高。那第3个他讲的是说这款战机你看到哈，这个就外形来讲的话，当然有一点是被大家所嘲笑的。什么嘲笑呢？就是它前面有个压翼哈。那时候我们看到歼20是压翼的设计，那时候美国就极力的讽刺说歼20它的隐身性能不好，因为它前面那个压翼，这个雷达的反射角过大哈，就经常讽刺说歼20。就没想到他这次自己设计的压翼，那是不是你的这种雷达反射角也是同样面临这个的问题？这是第3个。第4个来讲，你要知道，他讲的这句话很重点，有人机要配无人僚机，这是6代战机所必须的。
那我们看到歼20有没有无人僚机、无人机的中程僚机？有哦。我们不管是攻击11或干什么，已经有这种。然后后座这个双座的后座那个叫战术指挥官，他就指挥他的无人机做中程僚机。对。那美国来讲，如果说是要发展6代机的话，那势必也要有这种无人机来当做中程僚机。但是关键是说，你不是600亿美元就可以解决了。你的中程僚机你要设计还要花多少钱？所以我觉得上千亿是跑不掉了。那再来就是全世界目前有哪几个国家拿得出这么多钱来配合你生产？我们看到，不管是英法这些几个 G7 先进的国家来讲的话，第一个，他要么他自己发展6代机，要么来讲他干嘛去跟你配合，然后把钱投入下去，你的成本又这么高。因为 F-35有很多的限制，比如说美国来讲，他担心机密外泄，所以 F-35的维修保养都要回他美国本土。那我想6代机更是如此。在这种状况下，美国其他的国家愿不愿意加入你的这个投资的成本，然后未来来讲，就算成军以后，很容易被你美国卡脖子。尤其现在这个川普对欧洲、北约的这些政策来讲的话，其实会让北约担心，我这笔投资下去会不会将来被你卡脖子？最后我个人有一个认为哈，这个当初美国就是用军备竞赛将苏联拖垮哈，那现在来讲，会不会美国自己沦于这种窘境？因为这个6代机解放军的不管是现在歼36，后续还有可能歼50出来。对。然后在这种状况之下，用军备竞赛，那把你美国拖垮。大家不要忘了，除了说是空中的这种战机之外，这个水面的战舰，中国也一直跟下饺子一样不断的推陈出新。除了说是福建舰即将成军之外，我们看到的目前的讯息哈。这个054B 这种护卫舰也出来了。那052原来低的，现在已经改成052E 哈，这个全舰推进的。这种海军方面也是如下饺子一般的速度出来。那美国我觉得它现在海军上阿利伯克级来讲的话，已经很明显的落后于中国的这个052E，一定是远远落后了。在这种状况下，你空军要花那么多钱，那海军要不要花更多钱？其实海军的费用来讲，绝对比空军还要更多。那美国自己会不会陷入一种军备竞赛？那之所以说是他预计是2030年能够成军，能够部署200架，但是我个人对这个川普讲这话，我是抱着很大的一个存疑了。第一个，你有没有那么多的费用？是，那你的产业链足不足以支撑维持？尤其像这种先进战机，它需要更多先进的这种金属元素、稀土元素。那目前来讲的话，中美这个在贸易竞赛方面来讲，中国对很多的稀土元素也都管制。当你的供应链没有的话，你美国怎么去生产出来？所以我觉得川普这种话，听听就好。后续来讲，我觉得还有待观察。好，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川普自己设下的这一场中美之间的军备上面的竞赛，考验的是美国现在主要的2个重点，一个是钱，到底有没有这么多的钱，那么庞大的钱；第二个还有稀土，这些稀有的金属，它到底能不能拿到手，都会成为比拼的一个关键。那中国大陆呢，就如同将军带我们看到，它今天美国会有这个 F-47，就是因为要对标的是画面上我们看到的中国大陆现在有的歼36。那外形大家也看到，这个银杏叶片非常的明显，试飞过程将3个发动机同时开启，也展现最高的航速跟机动性。那歼36接下来可能会挂载的就是它的武器，然后发射来试射，或许2030年就能够来装备人正式的服役了，并且量产如将军带我们看到的。所以我们接下来要看美国 F-47能够击败中国的歼36，甚至是歼50吗？委员怎么看？我们在谈战机，现在知道说战机做什么用，才比较容易去比较它的性能。战机基本上只有3大类的功能。第一类的功能啊，叫做争夺制空权，就是在一个土地的上空一个空域，我要控制这个空域，然后这个不让其他的敌机啊能够进入这个空域。这种争夺空域里面是讲究的是飞得高，然后讲究的是速度快。还有讲究的操控性能好这是有3个要素。那第二个最重要的战机的功能是什么突穿敌方的防空网。突穿的可能是陆地上的防空网，也可能是海面上的舰队所形成的航空网。突穿航空网它又不太讲究这种操纵性，而讲究逆中跟什么？讲究快速怎么样？
这个突穿，所以速度要在3马赫左右才有办法去突穿。然后这个逆中要全景逆中，目前第5代战机的逆中只有正面逆中，也就是说雷达看正面，对，看不到。但是如果雷达有在侧面，就看得到。所以这个全景式逆中就是不管哪个角度，除了从上面看以外，每一个角度。都雷达看不到，不是眼睛看不到，也不是那种什么光电夹舱看不到啊。比如前几天我们这个军方说有拍到哪一个解放军的什么东西，逆中无人机啊，就很开心。其实光电夹舱一定看得到，只是雷达看不到。那雷达看不到就很大的问题，为什么？你就没有办法锁定，没办法锁定，你就不能用飞弹来攻击。光电夹舱很难锁定，而且意义不大那第3方面就是进行战略攻击，这个就比较麻烦了。为什么？你要掩护轰炸机进行战略攻击，所以它本身的就必须一款重型的这种战斗机，对，可以长程飞行，而且甚至于自己可以辅助性的，而且这种进行战略攻击最重要的还要能够指挥僚机，因为假的让你打嘛，真的穿过来进行战略攻击。所以大概有这3方面的一个特殊的使用的方法。那我们来看这个 F-47能不能击败歼36？因为如果说要争夺空域的话 ，F-47重量很重，它争夺制空权可能是搞不好都还不如歼35和歼20但是2个性质不一样，2个都是在做我刚才讲的那2种突穿防空网跟进行战略攻击，它基本上这2款飞机是这2个用途的。那如果以这2个用途来讲的话，目前所公布的数据，歼36是略占上方。为什么叫略占上方？因为歼36是目前已经知道的最重的战斗机，有重量达最大的推力重量到55吨，然后巡航速度3马赫。然后全景式的逆中，然后这个作战半径3000公里，大概是目前作战半径最远的这个战斗机。那 F-47这个美国媒体也是含含糊糊提到，他说他的速度2.5马赫，它的作战半径2000公里，然后它的重量45吨。那如果这个数字是确实的话，它每一样指标都不如歼36，都不如歼36。再加上说，歼36事实上还有很大提升空间，因为在指挥无人僚机的时候，现在的智慧系统的话，谁输谁赢都还不知道。而这个将是未来空战中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指标。比如说这个虽然这个马斯克嘲笑说，有人机落伍了，要无人机。可是他忽略一点，无人机是专门在指挥，那个有人机专门在指挥无人机的，对，还是要有人那这里面有个窍门，就你能够指挥几架，能够指挥到什么程度，而且你指挥的无人僚机重量有多重，带弹量有多少，这个每一个数据到目前为止都还不是很清楚，所以我们等到有更进一步的技术资料的话，我们才有办法去判断这2款这个战斗机到底谁在指挥无人僚机，它是比较占有优势的。好，我们比拼完中美之间的6代机之后，我们也要来看，其实不只是中美之间有在做这个6代机，其他国家也有在做，而且还有一些是跨国的合作。第一个看到国家俄罗斯，画面上我们看到米格41正在研发，再来看到是3个国家法德跟西班牙空中巴士，他们在负责未来空战系统正在研发中。最后是跨国的合作，英国、日本跟意大利做的是全球作战空中计划，最快他说2035年就会推出的新战机，全球版图将会重新洗牌嘛？杨老师怎么看？哪有这么容易呢？美国都搞了5年之后，结果川普上来用一个政治性的决定，然后呢就让波音得标。那另外这3个就是6代机，从俄罗斯到英德、西班牙，还有意大利、英国跟日本，日本是30重工，那都只闻楼梯响，那根本连这个具体的一些计划其实都不是很清楚。我觉得川普这一次他会让波音得标这是一个政治性的决定，
因为之前的就是6代机，他们搞了5年嘛，那是由美国的国防高级研究计划局，但是呢委托波音和就是这个等于是洛斯诺普哦，然后各自在研发，都做不出来，那做不出来，然后呢价钱不断的攀高，一度高到了3亿美金。刚才厉将军讲的，那怎么可能会比 F-22还要低呢？那现在怎么会一气之间啊？好吧，1年之间突然就可以降低，还可以量产，然后还可以有这个简化版，对不对？有这么容易吗？那因为之前的最大的关键就是这个引擎。那他们是说他要一种就是自变调整式的引擎，做不出来。大概我觉得是看到了歼36啊，3个引擎，他们大概就突然脑袋想开了，也许可以抄袭或者是模仿这个方式。OK， 然后呢，波音就也许有一个计划出来，然后呢，告诉川普，我这个比前面那2个要他们那个叫做就是整个第6代要更为有想法，可行，而且呢价格低，还可以有简化版。那同时呢，你还可以救我波音，我波音现在面临到的问题这么多，从商用机到航空航太的，那2位太空人终于回来，终于回来了。你们看的那个印度裔那位女性，那简直已经就是老了不知道多少岁。对，那这是一个政治性的决定，然后呢，技术也可能是在模仿抄袭这个歼36，我觉得可能性真的非常高。但即使如此，他做得到吗？他可能做得到，但也可能是美国的这个军事竞赛的最后一个代表作了。也正如刚才厉将军所讲的，你现在光去靠不只是这个技术问题或者是稀土跟稀有金属，最重要是你整个制造业的基础，美国已经跟中国相差太远，那造船都差236倍。然后呢，所有美国现在的这个全球的军武，我们用就是最近的 Defense News 的报道，就美国军舰的生产陷入了25年来最糟糕的这个状况。然后呢，整个中国造船是美国的236倍，然后还包含印太总部的司令帕帕罗自己在讲，整个印太司令部的就是部队弹药储存降低，武器维修延宕，所有的海空火箭、太空部队的发射平台过时而且已经超过更新，已经远超过更新的这个速度。所以美国现在整个全球军武它因为它的整个制造业被掏空之后，它不只是制造，它的维修，那现在连研发都有问题。它也许可以集中它的力量在做这个我说模仿，然后呢又政治考量的 F4这个47，但是呢，我觉得它的后续会一个很大的这个问题，所以中美的军事竞赛可能反而会拖累美国，也不一定。好，回到节目现场来看南华早报有一篇报道指出，中国的浙江大学还有北京理工大学的研究团队，他们11月初呢，在中国系统工程与电子技术这个期刊上呢，发表了一个研究，是探讨如何来压制星链这样的低轨卫星的通讯系统在台湾的运作。那研究指出呢，由于星链采取大量低轨卫星跳频自适应这类的通讯技术，地面干扰的方式呢，其实效果不太好，所以他们经过一个模拟计算呢，解放军有一招分布式的干扰策略，就是部署成百上千个小型且同步的无人机干扰器飞到这个台湾的上空，然后形成一个电子屏障，就可以干扰到星链的连线。那从空中手段来断你的网路，甚至还有海底手段，我们待会来讲。那面对这种切断你通讯的战法，那我们又知道无人机产业现在中国几乎就是全球的一个领头羊，所以这套方式的可行性，如果碰上我们现在台湾国军建制的武器，有办法反对吗？有办法破解吗？张教授，我认为这一个它就是电磁干扰，我认为就是讲一般的话就是盖台，那拿无人机来实施来盖台的这方面的载具，我认为这是单一性的干扰，但是中国大陆在用兵这一方面，它是复合性的干扰，它不见得会用光这个无人机，说这38.5平方公里，它每一架可以这样子，然后横盖到全台。我认为它只是一个这个是个分布式的干扰。分布式干扰。那打仗的时候它会怎么样？它会不要做
广域是全台给你干扰。我据重点是有首要区、有次要区，还有一个开放区。开放区我干扰，中央山脉你干毛什么？那没有人又没有武器又没装备这样的地方，你就不要干扰了。算一算之后精简的，因为我们知道台湾2/3是丘陵山脉，1/3是平地，而且重军集在什么地方，这才什么地方干扰。几个军团的位置。对，所以我认为他将来的时候，就是由全面的压制会走向局部的压制或重点的压制，是走这方面。第二个，我们来看到它的这种复合式的干扰是什么？它用软杀跟硬杀同步实施。这个无人机干扰是软杀，对，是啊。那硬杀直接轰炸、直接摧毁、直接爆破，攻击火箭炮就是啊，或者空对地的巡弋飞弹就把你干掉，就是这样子啊，或者火箭就把你干掉，这是比较简单的，就是把你就是硬杀，直接破坏了，我才不要去干扰你呢。所以我们讲到这一个有软杀跟硬杀双杀兼施，我们在战场上会用，它不会说只用一个我光用无人机干扰你就好了，我干嘛不用软硬杀双杀呢？一定会。所以战场指挥官一定会有尽诸般所弹、诸般装备跟工具摧毁，就是这样。第三个，我们知道它还混合所使用的叫电磁脉冲弹跟石墨炸弹。电磁脉冲弹是冲击波，你的装备都报销。我电磁脉冲弹啊。第二个，我石墨炸弹，石墨炸弹让你说电子装备，你只要开机，没开机就算了，开机通通给你短路，短路就不能用啦，烧掉了嘛。所以电磁脉冲弹跟石墨炸弹，中国大陆在这一方面。它也达到了一个相当的一个水准。是。那今天打仗，我干嘛要光用无人机专门干扰你的信念 Starlink 就可以了？光靠无人机，它不会只用单一式的干扰、复合式的干扰、重点式的干扰，还有多重手段的干扰，它会走这个路线。所以我们来看它算它拿这个来算的话，我认为只是一个纯学术。对，学术我就是要单一性，我就要排他性，我就单纯化，就拿讲这个来讲，那是这个样子，那是单一，这是单一是学术性，但是真正在战场上，我刚刚讲的是复合性的。所以我看中国大陆学术是单一性，战场使用绝对是复合性。我刚刚所讲的这些手段，它会通盘的综合运用来达到它掌握制电磁权的。这方面的这个战术嘛，有制电磁权了，你其他的武器不是被干扰掉，就是我们讲的不是被失效，你的性能整个衰退，所以在战场上所能够发挥的这种战力跟效果就相对的受限。所以中国大陆在这一方面，我想它现在会从科研跟实用交相并进。是。好，另外一方面还有美国的智库呢，他们现在也做出警告说，2024年中国订购了100万架的小型单向攻击无人机，交付的日期已经非常接近了。那2025年美国反制无人机的技术支持啊，虽然达到了74亿的美元，但是大多是用这种成本高昂的动能武器来做应对，你单次的发射成本就远高于摧毁无人机的量了，所以就陷入一个不对称作战的一个僵局里面。美国的印太司令帕帕罗他甚至说要把台湾海峡变成无人机地狱的战法。但是解放军的无人机现在是能攻能守啊，除了我们刚刚说大量采购这种单向攻击无人机之外，他们的北方工业公司还推出了一套弹幕系统，说是可以透过密集的这个弹片墙呢，可以同时摧毁整群的无人机，所以一手有攻，一手有防。现在中国大陆解放军在无人机的领域上，张军觉得是不是美国都望尘莫及？我先讲一下这个星链卫星哦，到底可不可以提供我们台湾？如果说我们的这种海底电缆都断掉以后，那首先我们要知道，如果海底电缆断掉以后，对我们台湾的影响有多大？大家都知道，马祖的海底电缆曾经因为渔船被拖断过2次，那时候马祖叫得很凶。为什么？你几乎所有东西都断了。现在来讲，一切都是要靠资讯传输跟网络嘛。哈，譬如说是你的这种金融方面就一定会受到影响，你光订饭店也会受到影响。哈，几乎全部都中断。啊，那个时候马祖我们就看得出来这个伤害性有多大。那我们台湾有几条国际的海底电缆上岸的路线，其实只有4个地方，包括到这个宜兰的头城、淡水、八里，还有屏东的枋山这4个点，所以我们对这4个点是非常敏感的。那当然我们必须要考虑到，如果大陆对我们实施这个灰色地带作战来讲的话，将这海底电缆切断来讲的话，那我们当然希望有星链卫星像乌克兰一样，没错。可是星链卫星它的传输速度绝对没有海底电缆来得快。那依据这个科学上面的数据来讲，它可能星链卫星能够传输的只是海底电缆的，可能只有它的这种海底电缆是星链卫星大概是
数千倍到10万倍哦。所以如果说这个你要靠星链卫星，大概只能说军事上面的传输，民间的金融啊，或者是旅游啦，或通讯来讲啊，大概都不能用，只能供给军方来用。但是这个星链，如果说要的话，我们评估过哈，在台湾整个上空来讲的话，你要部署将近1000到2000颗这星链卫星。那试问一下，美国这个马斯克愿不愿意？它是商用卫星嘛？那我们台湾可不可以租到这么多，在部署在台湾上空？这是第一个问题，我们要面对的哈。那第二个来讲的话，事实上这个卫星是会受到干扰的。如果说大陆来讲用这个无人机哈，我刚刚讲的这个如果星链大概要50颗卫星哈，那如果用无人机来讲啊，台湾面积是36000平方公里，它每一架无人机，如果说屏蔽你的范围将近30平方公里来讲的话，它预估用1000架或者是2000架的无人机就将你的星链卫星全部屏蔽掉。到时候我们台湾面临一个就是这个完全通讯的中断。打仗靠指挥，指挥靠通讯。当你的这种电子的数据的传输全部中断，我们的战场管理系统将沦为这个废铁一般，完全没有作用。这是我们所要面对的哦。如果那大陆有没有这个能力发展到1000到2000架的这种屏蔽式的无人机？我觉得以它现在的状况来讲的话，是轻而易举。这是第二个。第二个来讲，我们讲说它发展这个弹幕系统，就是打无人机的了哈。这个各位可能没有经验，我是有经验，打过对空射击。我们那时候对空射击打一个气球哈，这个你对气球来讲的话，它是固定在天上，你都打不到，都很难打。为什么？因为子弹打出去是有抛物线的，你明明瞄的是一个直线，可是子弹飞出去它是往下垂的，是一个抛物线，所以说你没办法算准那个抛物线，刚好达到某一个高度，然后它往下掉的时候刚好打到你气球，所以是非常难打的。那我想说，当过兵的都知道哈，这个你要打一架这个飞机来讲的话，就算慢速飞机或无人机，我们一定要设前置量哈，然后要全排全部一起射击采取对空射击，在飞机的前面前置量取3个或4个前置量来打成一个弹幕，那不是用子弹去打飞机，是用让飞机来撞你的弹幕，所以它这个所谓的这种弹幕系统就是依据这个理念。那在一架机动式的，它是用机动的，那就很厉害了，因为它可以随伴，不管是你的战车部队或步兵部队，可以随伴担任野战防空的任务，然后用8×8的轮车哈，然后带着这个上面来讲的话，可以说是这种快速炮。那快速炮它在前面当发现无人机的时候，它可以打出一个弹幕。那如果说射程可以到这个，我们一般来讲。这个步机枪弹可以射程大概短则大概3000公尺左右哈，那形成一个弹幕。当然这个弹幕打出去，它就不是只是打一架无人机。如果说是碰到蜂群式的这种无人机攻击来讲的话，它可以打一片的无人机所以说他们称之为金属弹幕哈。这个也是解放军新式对无人机的防范。当然除此之外它也有软杀的，软杀就是什么？就譬如说电磁干扰啦哈，这个或者是说这个用电磁干扰将你干扰掉。所以你会看到在俄乌战场上面对无人机有很多奇奇怪怪的方式哈，比如说我们看到它用渔网哈，让你飞机没办法撞进来。那第二个来讲，我们也看到俄罗斯现在无人机变成这个用纤维光纤式的，就是它就不受干扰了。因为我有条线控制它，你这所有电波对它干扰不到。也看到过更奇葩的战车，我想大家都看到，那个战车装的跟乌龟一样哦，跟甚至于现在更新款的跟刺猬一样，主要目的都是在防无人机。那解放军现在来讲，如果说他用这种弹幕系统来打无人机，确实可以跟着部队一起机动。那对这种随伴在不管是战车部队或者是步兵的状况来讲的话，可以提供这个地面部队很好的一个防无人机的一个防护的装置。好，面对解放军这样低成本，然后大量密集，可能是自杀机，可能是这种遮蔽机，各式各样的这种战术跟打法。那台湾领导人赖清德总统呢，11月26号的时候就表示，中国以2027年完全武统台湾为目标，要加强国防自主，预计未来8年要投入这个1兆2500亿的经费，打造台湾之盾。但是看起来台湾这盾标榜的高科技跟精准打击，都是来针对一些高价值的目标，对像无人机这种可以放弃，就是打你一个自杀式的不对称打法，杨老师觉得是对症下药，还是有点搞错方向？我先讲在赖清德总统的谈话以及文字当中，他真的至少在文字上面，同时他也是这么讲，
说中国大陆现在是以2027年达成武统目标。那你搞个计划拖到2033年有什么用？如果你是要面对2027年的武统目标，你提出一个8年的计划，1.25兆，我觉得这怎么对怎么呢？好吧，就先把这个东西当做他的口误好了。那8年分7年的这个预算，一年大概1800亿。其实隔一天，行政院就提出来的那个就是特别计划的草案，里面有7项他要采购的重点项目，我念给大家听。第一个，精准火炮，你要打嘛？对。第二个，精远打击飞弹，啊，这是飞弹的。第三个，无人载具和反制系统，也就是反无人机的这个系统。第四个，防空反飞弹、反装甲飞弹，啊，这基本上也是飞弹体系。第五个，进入到 AI 的辅助指挥、管制、通讯、资讯、网络情报、监视及侦查，这个叫 C5ISR， 哦，这军方的整个就是管控系统。第六，强化作战持续能量相关的装备及其他的装备。第七，台美共同研发及采购合作之装备及系统。我觉得有3个东西哈，这个所谓台湾之盾面临到很大的质疑，一个是已经发生，那一个是可能真实面对，一个是所谓的这个盾跟穹，就是来自于以色列的铁穹系统，它是有爱国者飞弹，它自己本身的飞弹一层一层高空，然后呢到这个低空，的这个防御系统。可是你看，它跟距离1000公里之远的伊朗，在今年的相互的射击飞弹跟就是无人机，结果后来这个铁穹破功了，因为很多城市也都被打到了。对。然后呢，飞弹也不够了，一波一波的打来，结果美国就川普，所以为什么去打伊朗的核设施？他现在救以色列，就表示铁穹也穷了。那现在川普也就学习到他要精穹，精穹就是反飞弹国家反飞弹体系。那现在碰到什么呢？这个预算、技术、人才，那能不能做到？而且到时候一定是更贵。那即使做到也打折。那各位不要忘记哦，它这2个，一个铁穹，一个精穹，都是面对比较遥远，至少1000公里以外。那美国当然就是更遥远，在两洋以外的这些中程、长程飞弹。可是呢，台海你距离多少？180公里平均。那如果说你把那个刚才我讲的这个7项1.25兆都弄好了，就可以打火炮。它火炮的覆盖可以到400公里，到台湾的东海岸再过去。它火炮的这个弹道非常的低，你怎么去拦截？有没有用？应该没有210%的这个比率吧？某位将军讲的。所以这个不是只有面临飞弹防御啊，它火炮给你来的话，那你所有的这些打击飞弹、精准炮火等等之类，是不是都有什么用呢？我觉得其实这个都要大家思考啊，都没有人在做仔细的这个讨论。所以我们面对就是不管是2027还是之后，两岸可能发生的军事冲突、武装武力统一的这个作为，可能会有哪一些面对的这个项目？大家有没有真正的去面对到军事上、战略上，以及还是不是有政治战略上可以去让两岸交流、沟通，甚至和解了呢？是，这都要考量的。没错。